欺骗、羞辱、黑暗。一场普通的旅行竟把女孩埋进了婚姻的坟墓。恐惧、悲伤、逃离，为了重获自由，她忍受了5年的折磨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，重获自由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男女平等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，但直到现在，一些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，女性甚至连最基本的教育、就业的权利都被剥夺，沦为了生育的工具。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个叫做纳迪亚的女孩追求自由的故事。1983年的澳大利亚，一个叫做帕梅拉的澳洲女孩爱上了来自叙利亚的小伙穆罕默德。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。和很多情侣一样，他们一开始的爱情是甜蜜且美好的，在澳洲一起生活了9年，并接连生下了5个孩子，其中就包括了纳迪亚。1992年，丈夫提出想回老家叙利亚生活，这对帕梅拉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因为叙利亚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，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，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孩子跟随丈夫穆罕默德搬到了陌生的国度。帕梅拉学着当地女人的样子包住了头发，但他们的婚姻却没有因为帕梅拉的牺牲而延续幸福。在这里，男人是天，丈夫的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。帕梅拉每天不仅要照顾5个孩子，收拾家务，还要忍受丈夫的家暴。穆罕默德经常打她，这使帕梅拉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。终于在5年之后，帕梅拉结束了让她无比痛苦的婚姻。此时纳迪亚已经8岁了，帕梅拉独自带着5个孩子离开了叙利亚，重新回到了澳洲悉尼。5个孩子也并没有因为要跟父亲分开而难过，他们在出发前就开始幻想着在澳洲的新家会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会养很多只小狗，会在学校里遇见很多朋友，圣诞节可以在外过夜，等等等等。回到澳洲后，妈妈带着5个孩子在悉尼的西部重新安了家，过着平静且自由的生活。父亲偶尔也会打来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，告诉孩子们他会一直寄生活费的，并承诺很快就会到澳洲看望他们。但5个孩子很满意跟妈妈在澳洲的生活，根本不在意父亲说了什么，是否会真的来澳洲看望他们。此时纳迪亚已经13岁了，上了高中，但母亲帕梅拉却发现女儿好像学坏了，经常离家出走，在外过夜，与母亲吵架，学会了抽烟，好像还交了男朋友，这让母亲十分的头疼。母亲知道纳迪亚非常喜欢古埃及文明，于是帕梅拉告诉纳迪亚，他们最年长的大哥将带她去埃及度假2周。纳迪亚很开心，这是她最渴望的旅行目的地。订了机票后，就踏上了梦寐的旅途，却不想这是她噩梦的开始。到了埃及后，他们去看了金字塔，哥哥和妹妹2个人玩得很开心。玩了几天后大哥告诉纳迪亚，自从跟着妈妈回到澳洲后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了。父亲正好此时在约旦的姑姑家，既然已经来了埃及了，就顺便去看望一下父亲吧。于是纳迪亚跟着大哥来到了约旦的姑姑家，但等到了姑姑家后，纳迪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场满足他愿望的旅行，而是早就计划好的一场阴谋。纳迪亚已经来到了父亲的世界，来到姑姑家后，迎接他的不是父亲的思念，而是来自父亲的审讯。父亲非常严厉地说，你知不知道你给家里带来了羞耻？纳迪亚一脸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父亲接着说，看看你在学校干的好事儿，抽烟和男人鬼混。随后对纳迪亚说，你不会再返回澳大利亚了，我已经为你申请好了一所学校，但在入学前必须先检查一下你的童真。随后纳迪亚被带进了一间医院，检查后发现纳迪亚还是一个女孩，并没有失去童真。但回到家后，父亲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，开始殴打她。纳迪亚此时一片混乱，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无法描述此时的心情。纳迪亚在爸爸的殴打下发出一声声的惨叫，哥哥就在旁边看着，并没有理会。此时姑姑出来拦住了爸爸，他们说着阿拉伯语。纳迪亚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父亲停了下来，他十分的恐惧。随后哥哥站出来说，爸爸相信你还是个女孩，否则他会直接杀了你。随后父亲把纳迪亚带回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，他小时候在这里生活过，对这里还有一些零星的记忆。纳迪亚被父亲安排与奶奶住在一个小公寓里，他惊魂未定。原本他是去埃及旅行2周就回家的，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关了起来了？纳迪亚想不通的是怎么回事。1个月后，母亲打来了电话，纳迪亚苦苦哀求母亲让她回家，她受不了现在的生活。但母亲对纳迪亚说的话让她感到绝望。
母亲说，家里负担不起这么多孩子的费用，你只能跟着爸爸一起生活了。纳迪亚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父亲和母亲早就计划好的，根本不是旅行，就是由哥哥将她送到父亲身边。从那以后，母亲会每3周给纳迪亚打一次电话。纳迪亚呢，也生活在父亲的世界里，每天都有严格的规定，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，他必须对父亲言听计从。纳迪亚被送到了一所伊斯兰的学校，学习了阿拉伯语。3年后，他被通知父亲安排她嫁给30多岁的表哥，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，整整大了纳迪亚15岁。他们举行了订婚派对，表哥送了他好多金饰还有钱。纳迪亚懵懂的记忆里还存在着父亲是怎样用暴力的手段对待母亲，也见证了在这个国家里女性会面对怎样的生活。他已经在心里计划着该如何逃离这里，逃离父亲的掌控。那么他有机会离开吗？纳迪亚一直在心里策划着一个大胆的逃亡，但始终没有很好的时机。她身无分文，被限制自由，除了上学，其余时间和祖母待在公寓里。而祖母并不喜欢纳迪亚，经常辱骂她。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清晨打扫阳台时，会遇见同样打扫阳台的邻居，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。他们会闲聊几句。纳迪亚的遭遇，邻居小女孩也知道一些。一天早上，邻居给了她一张纸条，上面是英国大使馆的电话。纳迪亚接过纸条，趁着奶奶午睡时拨通了使馆的电话。他向大使馆说了自己遇到的困难，大使馆很愿意帮忙，但有一个前提，要等到纳迪亚满18周岁，是成年人之后才能为他提供帮助。纳迪亚匆忙挂断电话后，虽然有一点小失落，但也终于看见了希望。几个月后，在纳迪亚18岁生日的前一天，他再一次拨打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。大使馆那边的人果真同意了纳迪亚的请求，让纳迪亚第2天逃出来之后，打车到大马士革的4季酒店，会有人在门前等他。纳迪亚说，我身上没有钱，再一个我不能给你确切的时间，我只会挑选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时间逃出去。大使馆的人说，从早上6点就会有人在那里等你。就这样挂断电话后，纳迪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构想着次日的逃跑计划。平时早上祖母会起得很早，纳迪亚起床后像往常一样给祖母煮着咖啡。按照习惯，祖母喝过咖啡后会再上床躺一会儿。纳迪亚看着祖母上床躺下后，穿好外衣跑出了门。她轻轻地光着脚就跑下了楼梯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下楼后快速跑到马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车。纳迪亚内心十分紧张慌乱，她身上是没有钱的，也不知道大使馆是否能兑现承诺，4季酒店是否真的会有人在等他。如果一旦这次逃跑不成功，纳迪亚回去后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，父亲会打死他的。到了4季酒店门前，纳迪亚朝着窗外望去，一个女人站在酒店门前，好像在等人。司机停车后，那个女人果然走了过来，付了车费。纳迪亚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下车后这个人给了纳迪亚一个大大的拥抱，随后走过来一个澳大利亚人，让纳迪亚签署了一些文件后，上了一辆面包车。但就在纳迪亚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却遇到了一个麻烦。在约旦的边境上，海关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车里坐着纳迪亚，包着头巾，面容憔悴，而旁边的女人穿着现代的衣服，化着妆，后面还坐着2个穿着西装的奇怪男人，并且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海关人员非常好奇，于是女人对边检人员说了一个谎。女人说，我们要去约旦参加婚礼，当天就会回来。但显然这并不能让人信服。边检人员开始问纳迪亚父亲是谁，女人说她是澳大利亚人，但是嫁到了叙利亚，父亲是澳洲人。好在最终边检人员放行了纳迪亚，终于在被父亲软禁了5年后，逃离了父亲的掌握，回到了悉尼。抵达悉尼的时候是清晨，纳迪亚透过飞机窗户看着悉尼的天空。5年来，她从未感受如此轻松和自由。她回到了母亲家，母亲看到她后没有什么表情，其他兄弟姐妹也没有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纳迪亚父亲在得知她逃跑后非常气愤，带着第2任妻子和其他孩子来到了悉尼，试图向纳迪亚继续施加父亲的权威。父亲对纳迪亚说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教我如何教育我的女儿，并试图把她再次带回叙利亚。为了躲避父亲，纳迪亚离开了母亲家。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，他的母亲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呢？在纳迪亚抵达母亲家后，纳迪亚就问了母亲为什么这么对自己。
母亲说，我一直没有工作，负担不起这么多孩子的费用，而你是这些孩子里表现最不好的，你正在试图学坏，也许回到父亲那里你会变得更好。纳迪亚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，母亲的话像针刺一样真相，让她无比痛心。但让她无比庆幸的是，她重新拥抱了自由。纳迪亚心里觉得母亲也是个可怜人，她曾被父亲殴打恐吓20年，但在离开丈夫后，她的儿子继续殴打和恐吓她。母亲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毁了，却没想过她的做法也将女儿送进了同样的深渊。如今纳迪亚已经开始计划她的大学生活，并站出来对所有女性说，如果你正在遭受和我一样的事情，不要怀疑，要勇敢地逃离。